来，话刚落音，跟前就又有华光闪过了，这使得众人不由得瞪大了眼睛。那身姿曼妙，衣着绫罗，脸庞是柔嫩细腻，长相是明眸皓齿，真的好看。老朱打量着赵飞燕，呵呵笑了几声。赵匡胤也是愣神之后微微颔首，李白大为惊奇的样子。赵光义嘴角翘了起来了，反倒是锦衣卫的一群，那是真看傻了。赵飞燕，欢迎你到咱们景区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景区的负责人，你可以叫我秦总。此处你有什么疑惑都可以问咱家，咱家都会跟你说的。你先跟我到办公室里来，先给你看点东西，再跟你了解。听着魏忠贤的话，赵飞燕迟疑了一下，随后还是点了点头。这竟是孝成皇后，环肥燕瘦那个，果然风姿卓绝，不知道跟贵妃比起来怎么样？杨贵妃不就是你那的吗？她还有5、6年才被册立寿王妃呢。李白以为她现在多半还在总角之年，何以得见？不愧为赵飞燕，汉成帝专宠，倒也寻常。是啊，是漂亮，就是跟咱妹子比还差点。环肥燕瘦名不虚传，要不就说你们这些老祖宗的审美是真的在线。那必须的，能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，那长相要是差了，那就能流传了吗？赵匡胤也是点头附和。这倒是，能名留青史的，那无论是谁，自然都有过人之处。正是如此，这一般人想留名绝无可能，必然位高权重，必然极具影响，必然何况以美出名了。喜听着几个人的聊天，默默的没有说话。他好像也留了名，但你要说过人之处这些，我有吗？要说影响力，喜一句都不吭。他是挖出来了之后才有的名。咋回事？咋回事？你哭啥呀？秦总，我命不久矣，我要死了。我这才到景区多久的时间啊？我这皇帝都还没当几年，我这驴车都还没驾上几次呢，我的车都还没买呢，我工资都还没攒够呢，我怎么就要死了？赵光义话语里充斥着悲伤、遗憾和不甘。净说胡话，不是你咋就要死了呀？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？秦总，你看看吧。秦瑶接过手机，这一看就见到这手机上显示的是一个聊天的界面。三甲医院内科主治医师，看到回复的信息，你这是绝症啊！你要死了呀！刚说完又来了信息，你现在最好赶紧到我院来入院治疗，还有治愈的可能。看到这信息，秦瑶回了一句：治愈你大爷的！回了这一句，没好气的收起来了手机。秦总，网上的信息你也信？那都是假的，都是吓唬你的，根本就没这回事。你想一下，看都没看见你，检查都没检查，就说你绝症，这不扯淡的吗？那我没事了，我没事，肯定没事啊！你想一下，你要是真的是什么绝症的话，你现在还能站在这？你想想你身上现在哪有不舒服的地方？还真没，好像就是下了班才有那么一回。没出息的东西。嘴上是那么说的，但赵匡胤心里不由得琢磨着，要不歇2天？赵光义这什么毛病？赵匡胤知道的比谁都清楚。等秦瑶来到办公室，秦总，这表现明显是该说的老魏都给交代清楚了。赵，秦总换我遗嘱便可。好，老魏该说的都和你说了吧？赵飞燕轻轻点头，目带伤感，明显这是看完了历史，知晓了自己的命运，还没完全走出来呢。后面你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过来问我。这个手机是给你的，到了景区来的人都有。你现在玩不习惯，时间长点就好了。回头叫老魏教你。魏忠贤在一边应声。你应该知道你到景区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，就在这跳跳舞就行了，就跟刚才那样犯的。还是开国皇帝是一个性质的，千万不要担心还有别的想法，和大家一样，都对你尊重。在这里，任何工作都是平等的。老朱是个好比喻，也得亏是有老朱这个开国皇帝当乞丐。是。历史记载你跳舞特别好看，我能看看你水平吗？秦瑶真心好奇呀。赵飞燕以美和舞出名，历史上靠舞出名的少得很啊。那遗嘱就为秦总舞上一段。你等一下，他拎来了一个音响，顺带打开手机。这不趁着录下来，回头发网上还等什么？伴随着音乐，赵飞燕翩翩起舞。秦瑶对赵飞燕的舞蹈没什么概念，但那是在之前。真当赵飞燕跳起来的时候，秦瑶人都看呆了。好，真好，好得很。激动之余，秦瑶还赶紧冲魏忠贤道：李白之前喝醉的那凉亭边上，不是小湖吗？魏忠贤连忙点头。那小湖上面不是有个小台子吗？正好湖周围还有一圈音响，就在那跳。等下咱俩去收拾收拾，把那地方打扫出来，给弄干净。我去找刘大衣家要个拖把。老魏兴冲冲地跑了出去了，秦瑶也跟着去了。你先歇歇，你先在这歇歇。见秦瑶火急火燎地跑了，赵飞燕轻笑了起来了。秦瑶带着魏忠贤3下5除2就把那小台子给打扫好了。要不咱先跳一回，给游客看看，我正好再录点素材，然后累了你就歇着，没事在景区晃晃，跟游客聊聊天，拍拍照。拍照老魏跟你说了吧？一切尽听秦总吩咐。好，那咱走。老魏，广播，老奴来了。秦瑶带着秦始皇、李世民、朱元璋喝奶茶，却不曾想喝到一半的曹操竟然看上了一个少妇。就当他准备继续看的时候，顿时两眼一黑，吃了一个大拳头。
秦瑶带着赵飞燕走到哪都能吸引来一大片的目光来，他们一边拿出手机疯狂拍照，一边窃窃私语。我尼玛，这太好了吧！我去，美女，快看那个小姐姐！不是，那个男的不是你们领导吗？那个小姐姐也是你们景区的人啊？对，就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，人家不仅长得好看，还会跳舞呢，跳得特别好看。这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赶紧过去看看。我的妈，好有气质啊！这简直就是古代大美女啊！我服了。赵飞燕，你就在这台子上跳吧。赵飞燕听闻微微点头，随着音乐响起，赵飞燕的身姿在台上舞动起来，台下的观众再一次尖叫起来。大家可以拿手机录下来啊，录下来发到网上啊，艾特我们景区。别喊了，我正录着呢，你声音都进去了，你不要煞风景啊，把嘴关上。一曲结束，赵飞燕缓缓地走下台，游客们又不由自主地聚拢了起来。小姐姐能跟你合影吗？拍个照行吗？小姐姐你有男朋友吗？见赵飞燕被围拢，秦瑶叮嘱了一下锦衣卫们，看着点啊，注意点啊。锦衣卫们听着秦瑶的话，忙不迭地点起头来。秦瑶这边马不停蹄地跑回了办公室，把视频发给了剪辑师。这是你们景区的工作人员？是。我操啊，这长相，这舞蹈，你确定不是仙女下凡？不是，你们景区员工都这样的吗？还不等秦瑶回消息，对面就把他喷了一遍。不是，这视频谁录的？拍的啥玩意啊？一个大美女就这么给糟蹋了，镜头呢？硬镜呢？角度呢？什么玩意啊？能不能行啊？哼，你钱还挣不挣了？挣，交给我吧，我保证给你剪好。话说你是负责人不？你们那不招个专业的摄影师吗？你看看我啊，你们景区在哪啊？我回头去看看。午饭后，随着剪好的视频发到网上，景区的账号瞬间涨粉10几万，而发布的视频也很快突破了50万点赞。就当秦瑶沉浸在爆火的喜悦中时，系统发话了：你有新的主线任务，请查收。难道是要给我准备新的景区？你已收到新任务，请打理好景区事务，从工作人员中选出管理人员后离开景区。不是，现在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你让我走，保留景区所有权，开启第2阶段任务，导游。你这黑心系统咋说风就是雨呢？我现在好歹大伙也叫我一声秦总，你这一下让我出去拉客，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，强人所难吗？系统将自动安排游客，并提供经费，旅行剩余的经费将以不同倍数奖励。那我岂不是可以在免费旅游的同时赚一大笔？请于下午6点到指定位置接待游客。接受任务以后，秦瑶把景区所有的 NPC 都召集到了一起。好消息啊，咱们景区爆火了！我刚发的视频点赞快过100万了，最少的也有70多万，线上也卖了5万多张票了，所以进来景区恐怕会有很多游客。这不都是秦总您努力的结果吗？咱们终于好起来了，全赖您领导有方。老魏还是会说话呀。还有，我可能要出差一段时间，在我出去的这段时间里，你们轮流当这个景区的经理，具体的时间你们自己安排。如果有问题，系统会帮你们解决。秦总，你这是要跑路了吗？要不要我用赵小绿送你上路？滚！混账玩意！老子只是出差，最后还是要回来的。交代完了景区的事情，魏忠贤则当上了第1任代理经理。下午6点，就当秦瑶怀着免费旅游的美梦走进房间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：秦总好。怎么回事？老朱你怎么还换上龙袍了？你不要犯了。不，我这回可是游客，秦总，你可得照顾好我啊！就当秦瑶还在愣神的时候，一个身穿黑色龙袍和另一个身穿黄色龙袍的男子出现在了2人的面前。尔等何人？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吾乃大唐皇帝李世民，你们是哪里来的刁民？竟然还敢穿龙袍！信不信我把你们都给斩了？混账！朕可是使皇帝嬴政，朕现在就要把你这个偷穿龙袍的假皇帝给斩了！什么？秦始皇？慢着，2位皇帝，你们现在穿越了，唐是秦之后的朝代，所以郑哥不认识各位也很正常。谈话间，门铃又一次响起，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子，一身黑里微微带红的长袍。这次来的客人没穿龙袍，只是来了个普通古人吗？你好，我叫秦瑶，来，赶快进屋来坐。中年男子走进房间，赫然看到在房间里面竟然有着3个身穿龙袍皇帝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怎么还会有皇帝存在？我操，曹老板，这就是三国枭雄曹操。你们认识我？认识，简直太熟了。曹老板，详细的介绍下自己吧。吾乃曹操，字孟德，沛国谯人。要说最值得说的，那当是煮酒论英雄和诛杀第1猛将吕布了。2个半小时后，终于吹完了所有的牛逼。秦始皇忽然问道：只是丞相吗？如此说来，那你并不是皇帝啊？是，他是皇帝，只是他穿越的时候还没当上而已。秦瑶让几位游客坐下，便和老朱一起向众人解释了起来。半晌过后，几人似乎是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实。我们喝完这口茶就要干正事了。正事是去看哪个嫂夫人吗？秦始皇一脸茫然地看向曹操，尤其是刚刚在秦瑶的口中得知自己未来会被儿子戴绿帽子的李世民，更是火冒3丈。孟德兄，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下你的特殊爱好，否则容易挨揍。啥呀？这老色屁刚穿越过来，都忘记不了惦记着嫂夫人啊！嗨，曹老板初来乍到，郑哥老朱，有空你们可得多找曹老板聊聊。曹老板，虽然你已经穿越到了现代，但
但还是有机会再次返回到三国时期的。秦瑶巴拉巴拉一顿解释下来，曹操这才恍然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赶快开始弄吧，耽误了我去陪糜夫人，你可吃罪不起。曹老板，这确实怪我墨迹了，咱们这就开始。秦瑶搬出纸板地图、飞镖眼罩等东西，拿着眼罩跟一盒飞镖来到了曹操身边。来，曹老板，扎到哪里去哪里。等曹操把飞镖扎上去以后，除了秦始皇以外，在场的众人都傻眼了。我操，赤壁市这个地方我完全没有印象啊！郑哥，你有所不知，在三国时期，蜀汉和东吴联军在赤壁火烧连营，大败曹军。小秦，你可别说了。别啊，曹老板，我必须得抓紧说，你不是还要打算回去陪糜夫人吗？本次预算9999元。9999，这是我多少个月的工资？5个人出行，9999的预算，这能剩钱吗？小秦，咱们这次出行怎么走？突然，朱元璋想起来其他人都是刚穿越来的，对现代一无所知，于是他便拿出手机准备装一下。行了，老朱，别装了，咱们这就出去买点衣服，然后喝一杯，搞完午饭就要去高铁站了。对于朱元璋口中什么飞机、高铁、汽车啥的，曹操还有些晕乎。不过在听到秦瑶说喝一杯后，好啊好啊，走走走，咱们这就去喝一杯。8分钟后，秦瑶和老朱带着几人来到了熟悉的奶茶店。不是说来喝酒吗？怎么喝这甜不拉几的玩意？不过这甜不拉几的玩意还怪好喝的。忽然，一个带着孩子的少妇从门前路过，曹操的眼睛瞬间瞪大，再也挪不开分毫。看来史书不骗人啊！看你们的满脸原来如此的表情，到底是因为啥？就在曹操忍不住要开口说些什么时候，突然一个壮汉站到了曹操面前，随后冷声问道：“你看够没？还没看够。你知道她有老公吗？这岂不是更好？”曹操话还没有说完，壮汉便一记重拳打了过来。男人睡觉从不卸下佩刀，但凡有人靠近，他都能闭着眼睛将来者斩杀。从此以后，无人敢随便靠近。可大汉却不信邪，不仅慢慢靠近，甚至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拳。曹操顿时鼻孔流血，掩面惨叫，这可把旁边的秦瑶吓了一跳。郑哥、李哥、老朱，咱们赶紧出手，否则就麻烦了。在秦瑶的招呼下，一窝蜂的全都冲了过去，对着曹操就是一顿招呼。孟德兄，你喊啊，赶快喊，叫得惨一点。这几个人不是和老色批是一伙的吗？似乎是看出来壮汉的疑惑，秦瑶一巴掌扇飞了曹操后，大哥你别生气，我们路人都看不惯这种登徒子，所以就由我们来揍他一顿，千万别脏了大哥的手。对秦瑶道了声谢后，便带着女人和孩子离开了。好了，郑哥、老朱还有李哥，人都走了，你们也停手吧。此时此刻，曹操除了一开始挨了壮汉一拳，有个黑眼圈以外，其他分毫不伤。小秦啊，你们刚怎么也不帮我啊？不仅如此，还一起动手打我，虽然不是很疼，但这是何故？我们动手打你，这就是在帮你了。大人，现在时代变了，曹老板你不是魏太祖，其他人也不是皇帝，在这个世界，咱们就是普通人一个，所以一定要遵守法律。秦瑶这一解释，曹操也懂了。原来如此，那今天确实是我孟德的错误，刚刚做的不对，在这里我感谢兄弟几个刚刚的仗义出手。虽然道歉态度很诚恳，但是曹操心里却没有拿这个道歉当回事。有错就认，至于改不改嘛，以后再说。随后秦瑶带着几个皇帝坐动车来到了赤壁市，由于预定了3个房间，一行一共5个人，必定有1个人单独一个房间。小秦，我睡觉打呼噜发屁磨牙带梦游，我就自己一个房间吧。曹老板进来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房间的东西怎么用。简单的介绍了一遍。行了，主要就这些了，要是还有问题，你就直接打我们的房间号就行，我们的房间都能接到电话。曹操送走秦瑶后，却突然看到房门底下出现了一张粉红色的小卡片，捡起来一看，瞬间眼睛一亮。曹老板，酒店里的这些水啊、饮料啥的都付过钱了，所以你想喝啥、吃啥都行，不用再付钱了，一切都免费。按照秦瑶教会的方法，尝试着打了过去，电话秒接通了。老板，您的房间号是多少？等等，我这就去看看。此刻，曹操把一身武艺发挥到了巅峰，又瞬间返回到电话机旁边。我这是6606房间。好的，老板，不知道老板对妹子有没有什么要求？有没有已经有老公的？有啊，大哥，好这口。说实话，干我们这行的有老公的很少，不过有个离过婚的行不行？他自己在那边行不行？曹老板应该没问题吧？毕竟刚刚该交的我都交过了，就连怎么打电话找我们也交了。秦始皇才放心的点点头。那就成，要是真的有什么不懂的，小曹应该也会给咱们打电话的。而6606房间内，一开门，赫然看到面前来了个烫着大波浪的中年女子。是老板您点的钟吗？曹操愣了片刻后点了点头。你是否已婚？是的，我结婚了，不过去年就离了。大哥你喜欢这套啊？好，结过婚就好，真的很不错。大哥，这房间里好热啊，你快先去洗个澡吧，我在这里等你啊。好。屁颠去浴室洗澡了。大波浪拿起电话，编辑了6606房间号，发送了出去。另一边，37多少？21。79多少？63。秦瑶满意的点点头。郑哥掌握的很不错，过几天就可以学下一个阶段分数和基础的几何了。小秦啊，学这种东西真的有用吗？
当然有用了，我教你的这些知识，牵扯到以后你学物理和化学，在数学的基础上，这2项能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。就在秦始皇面露恍然之色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阵喧嚣的吵闹声，隐约间什么找我女朋友、老婆这种劲爆的词语。嘿，这下有瓜吃了，看来是抓奸在床的好戏。随后拿了个一次性杯子扣在了墙壁上。另一边6606房间内，你竟然敢勾搭我老婆！哼，你说你已经付钱了，钱呢？我靠，这个傻逼竟然敢动手！兄弟们，干他！真是好刺激啊！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猛。不错，确实很刺激，光是听这声势就知道武艺不一般。小钱，这惨叫声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啊？秦瑶跟秦始皇对视了一眼。我靠！秦瑶跟秦始皇连忙冲出房间，就看到隔壁的朱元璋和李世民也冲了出来，八目相视。大门一开，众人赫然看到有几个陌生男子在曹操的房间内，其中有3个已经躺在地上。仙人跳吗？随后对着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的秦始皇、朱元璋、李世民大喊一道：杀，干他丫的！这几个家伙到底是哪来的猛人？一开始那个老色批一个干3个就很猛了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今天我们认栽。报警吧，看你们这事也不是第一次干了，是该进去蹲一下了。听到秦瑶说报警，壮汉非但丝毫不怕。报警！我劝兄弟你最好不要。要知道你们朋友他也是嫖娼啊，如果真的报了警，抓了我们，他也得被抓。今天我们也认栽，所以我们赔点钱，你看行不行？那你们赔多少？哼，说的那么牛逼，最后不还是要钱吗？5000。曹老板，刚刚他们管你要多少？2万。666啊！然后直接掏出手机报了警。5分钟后，是谁报的警？警察叔叔，是我报的警。在和秦瑶巴拉巴拉一番的指证下，好样的小伙子，全都带回去做笔录。小秦，为啥我也被带走？没事，明天我会去数你的。不要啊，我堂堂为太祖，要是因为嫖娼被警察抓走，岂不是很没面子？男人一个眼神就能让人人头落地。可今天却被几个地痞流氓围殴，而且自己明明是受害者，叔叔却要把他带走，甚至罚了他几千块，只因男人捡了地上一张小卡片，这可把李世民乐得不行。翌日清晨，一行人前往派出所赎人，在交了几千块罚金后，便看到曹操一脸黑线的走了出来。哈哈哈，曹老板，昨晚睡得可好？小曹，里面睡的条件怎么样？是单人间吗？孟德哥，你真是太牛了，竟然还提要求要找结过婚的。孟德哥，昨晚的事情我们已经打听清楚了，你也是受害者，别难过了，我们都理解你。结束了这个小插曲后，刚走出门，系统出现。因景区生意爆火，旅游项目暂停，秦始皇、曹操、李世民各回自己朝代待命。话刚落音，几人原地消失。秦瑶、朱元璋刚回到景区，就看见周英秋几人。秦总、太祖爷，你们回来了。想了想，目前赵飞燕的舞蹈是最受欢迎的。正好，我有事找你，你们谁力气大，臂力大？掌上舞。秦瑶乐呵呵的点了点头。秦总，我来。我跟你说，我臂膀能跑马。说完还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。要说壮实，周英秋也不多显。你行不行？肯定行，秦总你放心。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。那你试试。等下你得拿东西去。说着，秦瑶跑到超市找来了一块圆形的木板。你当掌上舞还真是在手掌上跳啊，那手才多大点，哪能站人？你用这木板拖着它正好。周应秋答应一声，拖着木板就过去了。等他把赵飞燕举起来的时候，直接就叫周围的游客们目瞪口呆。啥意思？这啥意思？我的娘哎！就这样，伴随着音乐的声音，赵飞燕直接就把气氛给轰起来了。我的海奶，咱的娘哎！哎呦妈呀！哟，这可了不得哎！好，古人诚不欺我啊！老朱说了这么一句，赵匡胤也赞同的点头来了一句：古人诚不欺我。听着他俩的话，确实，在赵飞燕这，大家都是古人，原说掌上舞这只是一个夸张的修辞，用以比喻，没曾想还真有这回事，真可谓是大开眼界。咋样，累不累？不累，一点都不累，轻而易举。那么大个人，我拖在手上感觉轻飘飘的，他真轻。历史记载赵飞燕体轻，没想到还是真的。这话说的，秦瑶都想试试了。要不下次我也试试。结束以后，看到一群爷们围着赵飞燕，秦瑶无奈的叹了口气。长得好看就是香。等到下班的时候，转瞬的功夫，众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辛苦你了。切应该的，不辛苦。对于赵飞燕，秦瑶是打心眼里觉得人家辛苦啊。今天跳了那么久的舞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人家赵飞燕的到来，那是肉眼可见的给景区带来了流量来了。等到赵飞燕一走，偌大的景区这也就剩下了秦瑶和魏忠贤了。
把剪辑师刚才发来的视频给上传了。秦瑶还特意选了掌上舞的视频给投了推广，大手一挥，直接就是2万块钱撒出去了。没多久时间，魏忠贤兴冲冲的跑到了秦瑶面前来了。刷到了，秦总，老奴刷到了您发的视频了。魏忠贤住在宿舍，那下了班就是背资料，有时候也没事刷刷小视频。老魏啊，咱们景区从明天开始，这游客恐怕真的是要多得很了。魏忠贤笑了起来了。这不都是秦总您努力的结果吗？咱们终于好起来了。此时的赵飞燕也回到了西汉时期，看着眼前熟悉的杨阿公主府的景色，此时的赵飞燕已经不是昨日的赵飞燕了。那历史上的光景，以后的人生，这一刻的时间，赵飞燕都尽数知晓。入宫，皇后。然而很快有人看见了赵飞燕的身影，打断了她的思索。遗嘱，遗嘱，1天的时间不见你身影，你作何去了？快些，公主找你来了。赵飞燕很快出现在了杨阿公主的面前。你1天都在何处？在知晓了自己的命运之后，赵飞燕竟然有点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。好在赵飞燕的心思转得也快。你害病了。杨阿公主看着跟前的赵飞燕，忍不住皱眉。既如此，那你就休息一段时间吧。赵飞燕谢过杨阿公主之后，忍不住松了一口气。至少这跟前是应付过去了，如果离开公主府，也不失为一个选择。杨阿公主培养那么多的舞女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皇帝到自己这里来，这些舞女其中能有人叫皇帝看中。但作为佼佼者，赵飞燕却也清楚，她想要离开公主府，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唉，不过是玩物。皇后看似身份高贵，可是那下场……赵飞燕的决定暂时不说，不过现如今景区依旧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模样，尤其是老朱，就刚才就有游客扫码100多进账。这每天都有个10块8块的。而此时秦瑶看到赵光义牵着驴车就要去热车，你就别折腾他了，今天生意多半要更好，你还是给他留点力气吧。天天还热车，这是人干的事情。人照小绿上班就够累的了。见秦瑶这么说，赵光义讪讪一笑。那好吧。对了，昨天你回去之后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这么一说，赵光义想起来了。还真没有。秦总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。想起来这茬来，赵光义很是高兴。不远处的赵匡胤面无表情。赵匡胤昨天回去了之后没动手，那家伙见赵匡胤没打他，激动的都哭了。我还没帮你问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会找医生替你问的，你不要担心。劳烦秦总操心了。等到赵光义一走，秦瑶看向赵飞燕笑问道：回去之后如何？遗嘱称病，公主让我好生休养。赵飞燕不像是其他人自由，秦瑶之前还担心呢。有问题跟我说呀。却也没有，多谢秦总关心。那就好，老魏趁着这回时间，你带他转转熟悉熟悉景区吧。老奴省的。听魏忠贤的话，赵飞燕好奇的看过来了一眼。魏忠贤笑道：老奴是个阉人，还是权倾朝野的那种。皇帝叫万岁，他叫9000岁。不过现在改邪归正了，是个大忠臣，一心想中兴大明。魏忠贤听见这话笑了起来了。当然了，笑的时候他还探头探脑的看看老朱在不在。他防着老朱呢，老朱是他们朝的开国皇帝太祖爷，刚来的时候差点把他砍了，是真砍。赵飞燕听闻这话，轻笑了起来。赵飞燕的视频火了之后，明显游客变得更多了，陆陆续续有汽车驶来。今天怎么样？细看了一下电脑的统计数据，430张。好家伙，算上网上订票，应该有1500。这还没到中午呢，短短一上午的时间，1500张票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秦瑶人都有点飘飘然了。辛苦你了，你多担待点。秦总客气了，不辛苦，喜巴不得整日忙碌呢。这话喜是真心实意的，忙不过来才代表景区有生意。真要是闲着，不说秦瑶了，景区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该着急了。真等啥时候你忙不过来了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再招一个售票员给你帮忙。景区生意要是真一直这么好的话，系统还真有给售票员的可能的。那你先忙着，我去超市看看。刚到超市，就看到魏忠贤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。这是我们秦总。老魏，这是我那年被秋一场风。啥玩意？秦瑶懵了一下，但很快反应过来了。哦，你是我给我剪视频的网上那个剪辑师是不？好家伙，这是嫌我视频拍得太烂，找上门来了。男人已经单身3780天，每天除了摄影就是关心东京热不热。然而接到一笔剪辑订单，他稍微剪辑了一下，视频竟一夜之间涨粉100万，而他却找到景区。不是，剪辑视频的钱都给你了呀，你这找上门是几个意思啊？不是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我是看到你把视频发到了网上，而且还是同城的，所以我就过来看一下。得知这些，秦瑶恍然。那你找我是？哥，你有没有把你们景区宣传视频外包的想法？我觉得我行。说实话，我不是说多想挣你们景区的钱。好家伙，当面吐槽来了。这剪辑师说的含蓄，他觉得秦瑶技术烂，倒舔天物。我不要多少钱，哪一条视频你说不行，我保证分文不取。我剪辑后期全包了，拍摄由我自己来，做好了就发给你审核，而且我的设备也专业。秦瑶犹豫了一阵，还是点头答应了。拍视频又不影响什么，而且确实别人更好，算是给景区找了一个外包了。当然了，请他的钱我自己出。谈好了价钱，马上就兴奋起来了。
我这就去拍去了。有什么我拍什么，今天保证给你出一堆视频。你拍你的，他们工作他们的，别影响工作，不用搞那种刻意摆拍的视频。你放心，我不跟你们工作人员接触，他们忙他们的，我忙我的，不搞摆拍的那种。真要的话，也是你提了再说。听到这话，秦瑶又高兴又难受。可见这剪辑师真没别的心思，也可见这剪辑师也是觉得他真不行。秦瑶觉得自己脸都有点疼。等到景区到了下班的时间，这摄影师人也就不见了踪影了。不着急回去的话，就再这些一会吧。玩玩手机啥的休息休息，不会立马把你们送走。老朱等人听着秦瑶的话，很是高兴。哈哈，那咱就玩会手机。对，跟前这一个个的都把手机给拿了出来了，趁着时间赶紧完会，不管是背资料还是干嘛也好，等到被送回去，那可就拦不上了。众人一走，这景区就剩下了魏忠贤和秦瑶，就他俩又开始大眼瞪小眼了。不过秦瑶也没瞪太久，就跟魏忠贤知会了一声，出了景区上了车，就直奔医院去了。没有其他的问题就不用担心，可以观察观察再看看，或者有时间过来检查一下。隔天的功夫，赵光义听到这话，放心多了。这2天确实好很多，没什么问题。远处的赵匡胤斜眼了，不知道打了什么主意了。也就在这时间，秦瑶看了一眼短视频数据，200万，不是，怎么回事？这2天生意这么好 ，NPC 怎么还没来呢？话刚落音，系统出现，景区中型表演节目人员来啥节目啊？虽然现在景区节目也很匮乏，但是相对比，更重要的是其他各种 NPC 啊。等到任务出现，顿时说不出来话了。节目荆轲刺秦，公元前227年，参演主要人员嬴政、荆轲、秦舞阳、夏无且等。也就在他做出来了选择之后，公元前227年，咸阳城外面前的咸阳宫规模庞大，巍峨耸立，直叫跟前的秦舞阳不能站立。镇静！这一声低喝才叫秦舞阳止住了发抖，但是那脸色依旧苍白。宣燕国使臣觐见。到了大殿跟前，秦舞阳更加的不堪，整个人战战兢兢。好在荆轲一片镇定。燕使荆轲拜见秦王。抬起头来，荆轲陪笑着抬头，只见始皇帝嬴政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他怎么了？只见秦舞阳面色苍白，那手里捧的匣子都掉在了地上，那匣子里面装的正是樊於期的人头。就在这时候，一道道信息传递到了始皇帝的脑海中来了。后世小秦的景区吗？只见嬴政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了。来人，大王，将这柱子给寡人拆了，快些！也就是做好了选择没多久之后，他第一时间直奔落脚点去了。秦总，老魏快到落脚点来，马上来新人。嘿，老奴这就来了。魏忠贤见秦瑶火急火燎的样子，秦总来的水呀！然而秦瑶一开口就给魏忠贤干懵了。始皇帝刚带他出去旅游，后来又被系统召回去了，今天又来了。秦瑶看了一眼落脚点，得要换地方了。他连忙跟系统说换到了隔壁，以后这边就是你们的落脚点了，那边还是小了，人越来越多了，那边肯定是不够用的了。话正说着呢，就在这时候，面前白光乍现，那还不单只是一个两个，只见是一团团的白光，那每一团白光都意味着一个人影。这样的一幕，叫秦瑶和魏忠贤不由得屏息静气，静静的看了过去。然而人还没看，就先看见了一个硕大的柱子出现在了面前来了。我靠，好家伙呀，连柱子都拔过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只见除了这柱子之外，密密麻麻的大致一看，竟然足有100、10号人之多。卧槽，这是来了多少人啊？全来了，这是大殿上的人全来了。这叫人懵逼啊！但想想也算是正常，好歹也是个中型节目啊。小秦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征哥，欢迎你们到景区来，想必该知道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。介绍一下，这是魏忠贤，景区的管理人员。阉人。秦始皇一眼就把魏忠贤的身份给看了出来。哎，对了，秦总，他们来自于哪一年？乃是寡人登基20年。听着秦始皇的话，魏忠贤尴尬了一下，还是看向了秦瑶。具体的年限他不清楚啊。手机搜。魏忠贤连忙把手机给掏了出来，很快把资料给查阅了出来。朕统一了6国，车同轨书同文，崩于沙丘。这一刻的时间，秦始皇脸上的表情是一阵一阵的变换，不只是秦始皇，连带着他身后的那些人。大王，且住，听他说。然而当听到22王胡亥即位的时候，再好的涵养，秦始皇也忍不住了。胡亥是始皇帝第18子，刚出生没2年，现在才3岁。谁也想不到秦国竟然能亡于他手。见魏忠贤还在继续介绍，也没打断魏忠贤。魏忠贤说的简略，前面都只是大致介绍了一下。好在秦瑶有准备，把手机交给了魏忠贤。你先给他们介绍一下，我去拿商品资料。老魏看了一眼手机，正要介绍，忽然想起来了一件事情来了。哎，对了，公元前227年，始皇陛下，老奴问一句，荆轲刺秦了吗？他看见资料才想起来，荆轲刺秦好像就是这一年。荆轲刺秦。紧跟着，只见一群人左右去看，像是在找人一般，也不知道是在找谁。上尉。魏忠贤一听这话，来了精神了。
是这样的，老奴给陛下说一下，太子丹。魏忠贤把荆轲刺秦的事情给说了出来，然而魏忠贤压根就不知道，荆轲和秦舞阳就站在人群最后面。这还没开始就败露了。反观荆轲直接懵逼，脑海中就只有一个念头：就是呢，我是谁？就是给我干哪来了？我把秦始皇召唤到景区，没想到他竟然带了100多个人来，而且正准备刺杀秦始皇的荆轲则被传送了过来。哎，对了，荆轲来了没啊？荆轲在不在？人群的最后面正是懵逼的荆轲和秦舞阳。在这，只见大秦的朝臣们看着这俩人是一阵虎视眈眈，殊不知这一刻的时间，荆轲只想哭。他来刺秦，他想过无数的可能，失败、身死等等，这都有可能。那临行前，他还记得在易水河畔众人为他送行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但荆轲咋也没想到，结果这还没开始呢，这就给暴露了。好歹流程走一下，这万恶的社会真的是一点隐私都不给人留的。说实话，见到荆轲的出现，魏忠贤也是有点懵啊。感情这荆轲就在跟前呢。欢迎你来到景区来。这可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刺客，秦瑶不由得好奇，多打量了荆轲2眼的。他见荆轲手里还拿着东西，呀，这是燕国督亢的鱼图，这里面该不会还藏着匕首吧？这里面不仅有匕首，还是徐夫人所造的，上面甚至还涂了剧毒。这话说完，秦瑶感觉有点不对头了。准备的这么齐全的吗？为了到景区来才把道具准备好的吗？怎么看这样子有点赶巧的嫌疑啊？秦瑶停顿了一下，你来之前，来此之前，燕氏荆轲正要为大王献上鱼图。好家伙，这还真是赶巧了，怪不得他一言不发呢。燕氏荆轲，秦王，你这图里还藏着匕首，拿出来让寡人瞧瞧。没有的事，怎么会有匕首呢？这历史记载恐有不实，荆轲是诚心诚意献上地图。如果我说这柄刀是我昨天晚上修脚指甲忘拿出来了，你们信不信？好胆，你敢刺王杀驾！只见一群大秦重臣瞬间就冲着荆轲围拢了上来了。等一下，都别动！大秦这帮人虽然看着惊恐时怒目圆睁，但好歹是没再上前了。看清楚场合，这里是景区，不是在大秦。到了这里来的人，那就都是自己人了。而且招你们来到景区来是表演节目的，荆轲也是参演人员，少了他这节目可演不成了。秦瑶可不能眼看着荆轲当着他的面就被宰了呀。对，到了景区来就不一样了，这历史可就改变了啊！别冲动。秦瑶捡起来匕首，这匕首就算了吧，等到表演节目的时候，用其他的道具替代一下。眼见秦瑶要把匕首给拿走，荆轲张嘴欲要阻止，但话硬是没能说得出来。这下好了，不仅事情都败露了，连匕首都没了。老魏，这样吧，你先给他们介绍商品吧，这历史细节的地方等一下再说。大秦的历史可不只有一个荆轲刺秦啊。秦瑶觉得还是先叫大秦这帮人，尤其是秦始皇意识到工资的重要性再说。秦总，他们工资多少？都270加全勤300。魏忠贤听着这话有点兴奋，连秦始皇的工资都才270啊，我可是450的。说完开始介绍，这里可是现代，距离你们2000多年的时间，你们想象不到有多大的差距。很快跟前就惹来了一阵阵惊呼来了。这种子竟然亩产8担9担，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奇物，数十里甚至是100里之外竟然也能通讯，就连弱小可怜的荆轲和秦舞阳都呆滞了。大王，若是有这些2种，我大秦子民。大王，那对讲机可谓是战场利器。这一刻的时间，这帮人忍不住的喊着，这都不算什么，这都是最基础的，还有现代的科技，你们还都可以学，什么蒸汽机、炼铁、火药，这些可都是划时代的。魏忠贤说着自己都笑了。而且你们人多，虽然咱们景区工资少，但你们这么多人吧加一起可不少了。我看你们有180号人，这1个月工资下来就得有3万还多。魏忠贤正说着，反应过来了。好家伙，刚才还没想，这一算1个月工资3万啊，这啥不能买啊？他大明1个月加在一起才3000多块钱啊！大秦这不来就算了，一来就是他们的10倍。想买啥，想咋花就咋花。而这时候嬴政看着秦瑶笑道：小秦，寡人等人要表演的节目，这具体的，刚才历史也跟你们说了，你们要表演的节目就叫荆轲刺秦，表演的意思就是你们以后就按照这历史记载演一遍就行了。嬴政沉默了一下，荆轲刺秦，然后秦王绕柱。嬴政忍不住看了一眼那粗大的柱子，怪不得来之前那脑海中的声音还叫我把这柱子给拆了带上呢，感情这是有用的呢。这演节目，这柱子是非绕不可。随后魏忠贤继续把历史说给始皇帝听。还有长生不死那就是扯淡，你可千万别信这个了。别说是你这个时候了，就算是到了现在，几千年的时间下来，也没有长生不死这回事。听着自己以后干的事情，嬴政点头道：多谢小秦提醒，寡人记住了。魏忠贤继续说道。当听魏忠贤提到李斯、赵高，现场众人散开，顿时2道人影呈现在了面前来了。
靠，中车府令赵高，廷尉李斯，靠，你们很好。大王，李斯和赵高这一刻的时间，直接人麻了呀。这热闹看得正好好的呢，这咋就吃瓜吃到了自己的身上来了？完了完了，这是指定完了。来人，大王。下一刻的时间，王翦、蒙恬第一时间就站了出来了。将他二人。嬴政的话忽然停顿了下来了，一下子看向秦瑶。小钱，寡人可否借一步说话？秦瑶带着嬴政到了一边。小钱，寡人疑惑，若是少了2人，那这表演节目和工作……这话一说出来，秦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。少俩人影响不影响的先不说，工资肯定是少2个人的。600块钱不少，甚至几块钱都能买现代很多的好东西。寡人知晓了。罢了罢了，毕竟后发之事，寡人焉能一概而论？中车府令，小人在，即刻夺职。小人赵高叩谢大王。赵高激动的都在发颤，中车府令是当不了了，但命保住了呀。廷尉李斯，臣在，革职。李斯眼泪纵横。草民李斯叩谢大王。不管是李斯还是赵高都清楚的知道，命是保住了，能活就行了。李斯还能用，赵高是真的一点都不行。要不是还有这300块钱的工资在，赵高恐怕真的要体会一下什么叫车裂之刑。魏忠贤继续念起来了，资料来了，听到扶苏自杀这些。萨王，蒙恬万死，是他没劝住扶苏，导致扶苏自枪。不必如此，与你无关。老魏继续解说历史，这一直说着就说到了胡亥登基、屠戮兄弟姐妹这些。嬴政脸上却也是面无表情，但是很明显能看得见那紧握的拳头，直至说到2世而亡刘邦项羽，汉朝建立。我燕国还是亡吗？你笑什么？我没笑，我明明听见你笑了，我真没笑。然而正说着，一群人将荆轲围拢了起来。好吧，我笑了。注意看，朱元璋见到秦始皇的第一眼，竟然只是问他的工资是多少钱。270加全勤300块钱。哟呵，果然，就算是千古一帝到了景区来了，大家也都是同一个水平线。咱除了工资，还可以要饭。这一点，景区哪个不羡慕？哪个能比得上他朱重八厉害？吃饭吃饭。说着来到吃饭的地方，好多人啊！紧跟着就觉得不对了。秦总，这都是新来的。是啊，都是新来的。你看，这个是蒙恬，这个是李斯，那个是夏无且，就是汉王复建的那个。伴随着秦瑶一个一个的人名念了出来。等会，这都是秦朝的。是啊，都一块来的。我打算在咱们景区新添一个节目，叫荆轲刺秦，所以把嬴政和当时大殿上秦国大臣都弄了过来。荆轲和秦舞阳都在，都来了，都在。这多少人？100多号吧，你查查看。一个人月工资是300，10个人月工资是3000，100个人3万多块。说好的连始皇帝也才300块钱工资呢？工资是300，但也没说有那么多人啊。7天了。老朱又盘算了一下，咱往死里要，1个月能要3万块钱，这不做梦呢吗？这他娘的还比个毛线！好在比老朱还难受的还大有人在。3万多，电瓶车1个月10台，便宜点的买更多台，报废车1个月也可以买10台，2月就能买新车。赵光义麻了呀！我特么的攒10年。赵光义默默地来到了墙角蹲了下来，奈何墙角早就有人了。那边也有个墙角，你能不能蹲那边？听到喜的话，顿时不服了。不是你难受个什么劲啊？秦瑶替喜解释了一下，来的是他家大王，不是他家陛下，他还得往咸阳赶。赵光义明白了，站起身来，默默地走到一边。此时嬴政就见2人一人一个墙角蹲着。他们这是？他们在算你大秦1个月挣多少钱工资呢？听到这话，嬴政都不由得笑了起来。这时秦瑶的脑海中忽然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来了。老魏，老奴在呢。你今天下了班就别住宿舍了，回去一趟。是这样的，景区现在生意好了，人手不够，锦衣卫再加15个人到景区来，一会我给你名单。老奴谢过秦总，老奴代陛下谢过秦总。崇祯朝的人可不少，在大秦的人来之前，就属崇祯朝的人最多了。陛下肯定高兴，工资一下子多出来4、5千，咱大明能买的东西更多了。魏忠贤都差点垂泪了。安西军也加4个人。好的，秦总。对于家人这件事情，大秦人刚来倒是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殊不知，这叫别的人可是羡慕妈了。我大宋要是也能加上几人，不用10年，不用攒10年，只要加人，不加人也行，只要给工资，加旅也行。赵光义整个人都激动了。是了，大秦的人都来完了，他们人虽然多，但是往后却不见得再来了。洪武朝的大明就咱一个，我大宋也不过就只有我一人。赵光义跟他不是一个时期的，不算，这么算下来，这也算得上是机会多多呀。就一个个的精神了起来。好了，都吃饭吧。景区现在人多生意好，吃好饭了，该上班大家都还要上班。吃完饭，秦瑶看着这么多大秦的人，这 NPC 到了景区来了，秦瑶都会第一时间发手机。这次是真的要大出血了。无奈，秦瑶只能先把剩下的手机都给拿了出来。你们先用着吧，我回头再买。走，节目开始表演。大秦群臣连带着嬴政180号人，还别说，那场面真的是浩浩荡荡的。这一次不在室内表演，而是直接在室外。
柱子呢？大秦的武将对视了一眼，我们去抬。秦瑶知道古人来了是自带道具的，没想到连柱子这种道具都能带来。柱子给拆了，大殿不会倒了？不会，来的时候好好的呢，这要是回去之后咸阳宫塌了，真要是塌了，那就再讲呗。不过应该不会，毕竟咸阳宫那也是九族严选。表演什么节目啊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这打扮，这是秦朝时候的吧？该不会是荆轲刺秦吧？等到所有一切做好，嬴政坐在椅子上，其他人站好位置。哎，荆轲呢？站在武将队伍队里的蒙恬赶紧站了出来，不好意思的挠头，他忘了他现在是荆轲了。宣燕国使臣觐见。秦舞阳颤颤巍巍的，两腿发抖，脸色苍白。这秦舞阳演得真好啊！你看这腿抖的。他们哪知道，这就是本色出演。荆轲，你手中拿的可是燕国督亢舆图。回秦王，正是。你上前来。表演到正戏了，马上就是秦王绕住了。果不其然，地图展开到了最后，一把五颜六色的萝卜刀露了出来。蒙恬扮演的荆轲看着那萝卜刀犹豫了一下，你快点！蒙恬拿着萝卜刀就冲着跟前的嬴政刺了过去。嬴政站起身来就跑，跑到了柱子跟前犹豫了一下，就开始绕柱而行，一个追一个撵，叫周围一大群观看的游客忍不住笑出来了声来。秦王绕柱，妈耶！或者说这是第一次表演。嬴政见蒙恬追得急，就跑得快了一点；蒙恬见嬴政跑得快，就追得急了一点。这俩人是越跑越快。然而蒙恬毕竟身强力壮，一不小心，蒙恬，你囊着寡人了。我没有。你还说你没有，你刀都抵在寡人腰上了。大王，是你跑得太慢。好在这时候夏无且知道是该自己上场了，抬手就将自己的药箱子冲着蒙恬就丢了过去。王复剑，王复剑。嬴政早就等着了，等到夏无且喊完，就一边跑一边从后背上把长剑拔了出来。嬴政冲着蒙恬刺了过去。秦王，你倒行逆施，致使天下苍生民不聊生，你会用武道。好玩好玩，笑死我了。刚才荆轲都攮着秦始皇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你说他道具不专业吧？你看他们的衣服是真精致啊，一看就是秦朝的。你说他专业吧？他萝卜刀挺好玩的，但是我觉得不合理。哪不合理？这么多人就这么看着始皇帝被撵，一看你就不知道历史。历史上秦朝上殿不能带武器的，也不能靠近秦始皇，这些大臣不敢上去，所以秦始皇才会被追着撵。始皇帝跟你说的，抬杠是吧？秦瑶见几个游客闹哄，眼瞅着这是要有干架的风险。别吵别吵，嗨，都小事，看着开心就行了。这时候台上蒙恬已经站起身来了。你骂寡人骂得还挺专业，要不是看脸，寡人还真以为你是荆轲呢。大王，我跟荆轲学的。这时一群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终连带着嬴政都冲着秦瑶看了过来。就没了啊？我这还没看够呢。那再来一遍。能不能互动啊？让我上去演一遍。这话一说出来，我来，让我来。有游客见秦瑶没开口说话，沉不住气了。让我演荆轲，我出200块钱。边上有游客一瞪眼，我出300，我500，我1000。秦始皇带了100多人来景区上班，在表演节目的时候，游客竟把荆轲抬走，然后纷纷掏出票子，只为了能够扮演一次荆轲。1000块钱肯定不行，200就200。上台的游客手里拿着萝卜刀，义正言辞地朝嬴政喊着：“秦王政，你倒行逆施！”嬴政绕着柱子转了起来，跑了几圈就扛不住从台上下来了。只因有另一位游客争吵着要扮演嬴政，只见他坐在嬴政之前的位置上。荆轲，你给寡人抬起头来！没一会的功夫，连秦舞阳都下来了，最后连夏无且都有游客给换了下来，就为了那一句王复剑的台词。游客们玩得不亦乐乎，秦瑶收钱也是收的手软，关键这钱游客花的还心甘情愿。直到游客散尽临下班时，没怎么绕住表演的嬴政好奇地冲秦瑶问道：“小秦，寡人名声这么差的吗？为何游客都想演上一次荆轲，刺寡人一次？”他们为的不是刺你，为的是好玩。正说着，秦瑶想起来了一件事情来。今天第一次上班，大家都辛苦了呀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不多时的功夫，秦瑶打开了一幅世界地图，放在了嬴政面前。这是世界地图，你看看。回头我建议你发了工资买一个回去。来了，不给你看看多遗憾，毕竟好多人都说给你送地图呢。秦瑶还没忘记网友让把世界地图送给秦始皇的事情，反正送了也带不回去，不过不耽误给他看看。这世界竟然这么大，这一小片就是我们生存的地方。还有，为何别人要给寡人送地图？让你把全世界打下来呗，让你看看这世界有多大。这可能是一些人对历史的遗憾，不过我觉得，要是历史上的你，就算是真有世界地图，估计也就看看而已。后世人对朕还有这样的执念。我大秦1月工资3万多块，待到发工资，这世界地图寡人定然要买一份回来。不用买，直接用左下角领的这个看吧。这么小的东西能装下世界地图？这可是新时代科技之光华为 Mate 60
想看什么应有尽有。这种好东西你竟然藏着掖着，现在才拿出来。我可没有，我早就把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都放左下角里去了。只要你点我左下角链接下载游戏，上线就能参与领手机的活动啊。现在这种领手机的广告满天飞，你可别被人骗了。别人的我不知道啊，我左下角的活动是真真实实能领到手机的。不仅我手上这台华为，我领的苹果都发货了。你这活动怎么参与啊？你就认准我这条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，上线就能看见领取界面了。随便玩一玩就会让你填收货地址了。游戏又好玩，手机又好领，充就行了。我现在就去领一台。这一刻的时间，嬴政的眼神里冒出来了金光来。秦瑶把地图放在了一边。下班，想看随时都能看，我就放在这。转瞬的时间，大秦一群人消失不见。大秦的人一走，老朱就乐呵呵的走了上来。世界地图，嘿，咱也看看。秦瑶一怔还没说话，赵匡胤也凑了过来。我也看看。赵匡胤刚凑过来，一旁的赵光义道：那我也看。朱元璋和赵匡胤都忍不住冲着他看了过来。赵光义见两人不友善的眼神，犹豫了一下。慧，算了，我还是不看了。400多的工资，买车还不够呢，看什么世界地图啊？你俩工资还没我高呢，跟人家秦始皇学什么学？赵匡胤看了赵光义一眼，打定主意，回去吊起来，再抽3遍。嬴政一群人下了班后，再次出现在大殿上，包括秦舞阳、荆轲都在其中。景区的事情先不说，这一刻的大殿中却是诡异的安静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大秦从今天开始，恐怕是要不同往日了。统一6国目标都好像小了一点。众人默默地看着嬴政，而嬴政却看向了荆轲。来人，将荆轲拖下去。很快就有人把荆轲给拖了下去。嬴政又看向了秦舞阳。秦舞阳，寡人为你在咸阳城内安排一处院落，你就在我大秦好生将养。秦舞阳激动的连忙下跪参拜。忽然嬴政话锋一转，将赵高也一并拖下去。这一刻的赵高脸色骤然惨白。大王饶命，大王饶命！等等，先将赵高的府宅抄了。砍不砍，寡人须得征得小秦的同意，与小秦说清楚利害。毕竟这赵高在景区还有一份工作。眼见着嬴政的一道道吩咐，李斯脸色惨白一片。尚未提到李斯，嬴政倒想起来一件事情来：应工匠速将这大殿修补，将这拆了的柱子速补上。奇怪了，这边上少了根柱子，寡人总觉得差了点安全感。这些吩咐下去之后，嬴政振奋了一下。都来说说景区的事情吧。提到这个，大秦重臣们精神了。大王，当务之急是好好上班。大秦一片热闹，另一边的崇祯朝也差不多。崇祯得知锦衣卫家人，兴奋的无以复加。朕就知道秦总肯定会想着我大名的，为何没选到朕了？太祖爷那边也没添上2个要犯的来，只加了咱们锦衣卫和安西军的。看来朕效仿太祖爷想到景区去，怕是遥遥无期啊！反倒是开门当锦衣卫，屡次再三。崇祯停顿了一下，稍后看着魏忠贤，眼睛露出来了金光来了。爱卿，你说朕要是给自己封个锦衣卫的官，下次再加人，朕是不是去景区的机会就大点？陛下，你不要饭了？要啊，朕这是双管齐下，毫不耽误，万一哪个中了呢？嘿，陛下，老奴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哈哈，朕知道爱卿的心思，爱卿今晚与朕抵足而眠。老奴是这个啥意思吗？陛下，老奴是说今天要抽签吗？爱卿啊，这抽签怕是不可了。为何？嗨呀，最近杀的有点多，这庭外人人自危，正闹腾呢。朕算是看出来了，这点名也不能太勤快，过2天，须得再过2天。同一时间，大宋赵匡胤正拿着鞭子抽打着赵光义，只听得赵光义一阵哀嚎，而另一边的安西军郭昕听了卢元正几人的说辞，却哈哈大笑起来。8个人了，安西军足8个人了，时机已至临，我安西军是时候反击了。唯一可惜的就是安西军物资匮乏。这一个个的下了班的比上了班还忙活，唯有喜却还在连夜赶路。离咸阳就差3、5天的功夫了。这明明都已经见了秦始皇了，还得赶路。一夜的时间很快，秦瑶一早时间赶了过来，转眼的功夫，一个又一个的人影就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可今天却不着急上班，甚至今天还要放半天假，只因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。我点到名字的过来签工资单啊！卢元正，先你们的。安西军今天带了新人来，可惜了他们却晚来1天，工资没轮到，不过下个月能上1整个月。老魏，你们的都来签字。新来的锦衣卫还有点兢兢战战呢，反观赵光义这些就乐呵呵的等着领钱。见别人领工资，老朱有些眼馋，谁叫他这个月工资扣完了呢？不过让他欣慰的是手里还有点钱。秦瑶挨个的点名，一会的功夫之后，工资单算是全签了字了。领钱和签字是次要的，最主要的事情是买东西。都跟我来吧。说着，他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仓库，或者说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超市。见到拖拉机的那一刻时间，赵光义眼睛亮得发光啊！秦总，这是拖拉机。
我前几天刚从农机市场买来的，不是很贵，只要5200。赵光义看了看手里的300多不到400块钱，忽然没那么激动了，反倒是人家嬴政打量了拖拉机道：看着不错，若是可以，过2月寡人将它买回大钱。光听着嬴政的话，赵光义都不由得发酸。不过仓库里不仅有拖拉机，还有3大神书，分别为民兵赤脚跟军地。老朱拿起民兵向秦瑶问道：秦总，这书多少钱？单本3万。这话一说出来，众人都不吭声了，别说是他们了，这个价钱嬴政也得掂量掂量啊。但是秦瑶也没办法，其他的东西都好说，秦瑶都是原价，但书的价钱不是他定的。那个买不起没关系，你们看看也行。听了秦瑶的话，老朱乐呵呵的把书给打开了，本打算随便翻翻看的想法的，这一看眼睛顿时就瞪大了，不可思议的看着书上面的内容。见老朱这样子，秦瑶笑了一声道：嘿嘿，怎么样？3万块钱值吧？值，太值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别的人都有些好奇了。寡人也看一下。嬴政就没忍住把另外2本书也给拿了起来了。等待再把书放下来的时候，他都已经在考虑下个月发了工资，是不是要先买1本了。真是神书啊！也拿1本我看看。赵匡胤也没忍住看了，看完了这满脑子就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要是有了这几本书，那大宋那还了得？敌人都已经进攻到城门之下了，而将军却不慌不忙地让士兵抬出大炮，只一轮炮击就将敌人打得落荒而逃。这怕时代的降维打击，只因为手下几名将士在现代景区上班，每个月都有300块的工资。你们看要买点什么？对讲机要的，太阳能电板也要来1块，10袋白糖。买这么多白糖做什么？将军打算最近要反攻吐蕃，我们最近收集了不少的硫磺和硝石。听到这话，秦瑶明白了，顿时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。什么打火机、玻璃杯，另外又捎带了一些味精啊之类的东西。秦总，那我们先把东西送回去，给安西军把东西弄好，该崇祯朝了。喜刀，这还有钻头？没错，崇祯朝这边都已经打算拉唐线了。按照这么下去的话，崇祯应该很快就不吃牛肉了。这有了喜刀，就可以拉唐线了，再大规模的装备一下碎发枪。紧跟着，魏忠贤又买了其他的东西，望远镜、对讲机、灯泡、太阳能。要不说还得是崇祯朝富裕，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老魏又给拿了一大堆的现代小商品。老奴和陛下商议，将这些东西买回去，而后私下里售卖，将那些付身手里的银子给赚过来。魏忠贤和崇祯抵足而眠的时候，思来想去，就打算换个法子。动刀子是省事，但是不能常干啊！这都已经开始闹腾了，再抽签就不合适了。对了，你们那蒸汽机造出来了吗？快了。研究东西这一点，就属他崇祯朝最快了。没办法，人多记的东西多呀。对，这边有准备的橡胶树苗。蒸汽机好造，但在没有橡胶的情况下，密封性是个问题。小钱，这橡胶树有何益处？都不用秦瑶解释，一边的喜就给嬴政解释了一下。得知橡胶树的用处，嬴政恍悟了。完事之后，老魏也是把东西给带回去了。这时老朱就舔着脸凑到秦瑶的面前来了。你的钱终于舍得花了呀。秦总，那橡胶树还有吗？咱也要。有，多着呢。老朱买了橡胶树，顺带又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，但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，他还留了有100块钱。你这钱留着买什么？咱什么都不买，这钱咱给咱彪儿跟咱妹子留着。他这是还没忘了历史上的事情，惦记着马皇后和朱标呢。那你可要把钱给放好了。那必须的。到我了。赵光义要买的东西，之前就跟秦瑶说过了，有几个轴承、2条2手轮胎和轮毂。没错，他打算自己改装鱼车。慧慧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我就有自己的车。见他买的这些东西，赵匡胤顿时脸色就垮了。别的人都在买东西，为了朝代发展，他倒好。秦总，种子都来1份，对讲机我也要，太阳能电板我也要，顺带来个灯泡。说完这话，赵光义小心翼翼地看了赵匡胤一眼。赵光义一走，接下来就轮到喜了。秦总，喜便只买1个玻璃杯吧，或者是打火机也可，至于其余的就罢了。他不是怕花钱，现在还在去咸阳城的路上，买多了东西也不好带。等到见了始皇帝，要始皇帝做主，喜就不擅作主张了。秦始皇满意的点点头，辛苦你了，寡人惭愧。该说不说，嬴政已经命人去把喜带到咸阳来了，他这个时间线上的肯定是要重用的了。那你就买1个打火机吧，你回去也好用。那秦总，趁着这半日时间，喜再赶些路。李白思来想去，要买的东西也有想法，朝堂不朝堂的先不说了，各种作物的种子，李白是要来一遍的。到时候你要成了农圣，李隆基还不得来请你啊？尤其是这红薯能活命多少，这都不用说的了。太白也是这般想的。李白又买了一些味精、花椒这些东西，同时也带了太阳能电板和灯泡，以及1份火锅底料。回去之后好叫那些个没见过世面的好友好好尝尝。把李白的东西给弄好，秦瑶就招手让刘大一家过来。我给你们也准备好了，这些东西你们能拿来换钱，能让你们在进朝的时候换点东西。但是你们要记住啊，卖可以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别让人盯上了。
虎儿接过秦瑶的东西，忙不迭的点头。这里面都是米面之类的吃的，红薯多一点。工资虽然拿来买这些东西有点浪费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不错的选择。秦瑶叮嘱道。我是觉得你们那只要给口饭吃，愿意给你们卖命的人肯定不知道有多少。你们拿这些东西去养几个人，有了帮手之后，再卖手里的东西更安全。光靠这一家三口，哪怕有再多的好东西，那也是怀璧其罪。要是能拉拢起来自己的势力来，吃的千万不要舍不得。你们在景区上班不缺这点，只有你们把自己的环境创造好了，这才是最好的。一家三口听着秦瑶的话，紧忙点头。秦总，我们记下了。接着又拿出来一把刀。小虎，这个给你，防身的。我敢说，就你们那时候所有的兵器都没有这个牛逼。刘虎喜不自禁的把刀给接了过来。这把蒙恬听得好奇。小兄弟，我能不能看看？刘虎知道这是鼎鼎大名的蒙恬，连忙就把刀递了过去。可以试试。看得出来蒙恬还是有点小心的，毕竟这是刘大一家三口的东西。秦瑶直接指着边上生锈的铁管道：“你砍这个，使劲砍，这个是钢板弄的，你要是砍断了，说明这钢板质量不行，我再给他们换。”果真神兵利器。好家伙，一刀铁管都断了，这要是一刀砍在人身上，蒙恬忍不住了呀，目光灼灼地看向嬴政。为将者若是手中有这般神兵利器。嬴政扭过头去，就像是没听见蒙恬的话一样。小钱，寡人观其不是一般的精铁，这是钢。蒙恬不知道啥时候出现在了嬴政对面。为将者若是有这般神兵利刃。嬴政再一次扭过头去。我大秦兵刃多矣同志，那跟这个肯定是不能比的，你们的兵器连现在的铁都比不上。蒙恬出现在了秦瑶的边上。为将者，嬴政脸黑了，明显是受不了了。蒙恬，你够了，寡人听见了。小钱，这刀作价几何？值钱倒不是很值钱，不过我就做了一个。这样吧，我过几天买块钢板回来，弄个切割机、电焊机，到时候给你们弄几个。听着秦瑶的话，嬴政瞪了蒙恬一眼道：“听见了吧？下个月。”是大王，谢秦总。紧接着秦瑶又对刘大说道：“我怕一把刀不够使，不好使，还给你们准备了这个。一把消防斧，要说质量，绝对是杠杠的。等以后你们再发了工资，再准备好的。”谢谢秦总大恩大德。秦瑶赶紧上去把这一家三口给拽了起来。别这样，没必要，这都是你们自己挣的工资。看着赵飞燕，秦瑶还是有点头疼的。秦总，那粮食种子这些，遗嘱也买上一些吧，香料这些也要上一些。好，还有一些东西，其实你用得上，怪我没准备，到时候我们私底下说。一些女性用品，还有内衣这些，跟前人多，不适合说这个。这到了最后，总算是轮到了嬴政了。郑哥，你要啥？小钱、种子这些和他们一样，还有度量衡之类的，可有？你这是六国之间一个字10几种写法，那重量刻度又各不相同，待到寡人大秦一统，必然将这些全部废掉，天下皆以我秦之为主。停顿了一下，原本寡人是打算自己弄的，但现在有景区，直接买省事了。按照嬴政的想法，这下大秦的度量衡这些，这一下是和现代接轨了。不仅如此，寡人还打算学习简体字，一统六国之后进行推广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竟然把一台好好的驴车从里到外改装了一遍，还给轮子抹了黄油。之前的驴车真能在高粱河畔日行100里，现如今换了这些东西，莫说是100里了，真能日行500，好叫那辽军拍马不及，再真的屁股后头吃回去吧。同一时间，秦始皇也在和秦瑶详谈一统六国之后的事情。那你们有空的时候学一下拼音，阿波刺那个。哎，对了，你要是买钢尺的话，那钢尺可能不是很标准。寡人觉得无外乎一个标准罢了。这钢尺拿回去之后，就是我大秦的标准，秦就以此尺为标，后面的度量衡皆以此为标准。有理，那就这样了。那世界地图，我这有更好的。他把地球仪拿了出来了，这个更好，更直观，你甚至可以转起来砸飞镖，砸到哪里打哪里。整都会去送东西。秦瑶看到驴车在景区漂移的那一刻，直接怔住了。不是，你这回就把驴车给改装了，这轮胎你换这上面来了，简直你都搞上了。秦总怎么样？过弯是不是更丝滑了？速度是不是更快了？是不是更能凸显我的技术？实不相瞒，有了这驴车，我日行500不在话下。赵光义洋洋得意，那脑袋都是昂着的。有一说一，确实很溜，但是再溜你也不能跑这么快啊！这是在景区里，又不是在高粱河畔，你跑这么快干嘛？万一碰着游客了，我跟你说，那咱们麻烦可就大了。怕赵光义不以为意，秦瑶还补充了一句：而且这么快的速度，烧胎。烧胎？你说呢？就你这速度能不烧胎吗？那轮胎磨损的很快的，到时候你要是磨坏了，那我还是慢一点吧。在他们说话的同时，西安军将军都买齐了，这是望远镜。郭兴接过来望远镜，那远处的城墙通过望远镜一看，就跟直接压了过来似的。哈哈哈，这东西真好，有了这东西，或是在极远处咱们就能发现敌军的动向。还有呢，郭元培又赶紧把其他东西都给拿了出来了。白糖呢？这里面都是白糖。打开袋子，里面白花花的一片，郭鑫拿手捻了一点放在嘴里。真甜啊！天底下没想到还有这么甘甜的糖。
但是这些白糖安息君拿来可不是吃的，犹豫了一下，留个2斤吧，也好叫将士们尝尝味道。剩下的快将咱们准备好的东西取来。有将士答应了一声，很快就把东西给拿来了。硝石、木炭、硫磺，早就按照最正确的比例配好的。称重。等到白糖称重好，与这些东西进行混合，郭鑫肉眼可见的兴奋了起来了。都说加上它，可就是大1万了，咱们快点试试。将军还没见过真实的威力，小心为上。本将省的陶罐加上碎瓷、夯实密封，治好引线。郭鑫带着卢元正等人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。且慢，这样放见不得威力。拉几个吐蕃俘虏过来。很快人拉了过来，蒙了这些人的眼睛，束缚在原地，这才点燃了引线。待到烟尘散去，惨叫已经是戛然而止了。再看过去，5、6个吐蕃人，那已经没了人影，身体都不完全了。哈哈哈哈！没想到加了白糖真有这样的威力啊！他目光灼灼，又略感遗憾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咱们安西军贫瘠，不然瓷片换铁钉，那威力……还有一点，郭鑫皱眉，吐蕃人多以骑兵为主。想到这里，郭鑫拉过一个工匠。你们说的那手榴弹，还有那大炮、碎发枪，再跟他们好好讲讲。正说着呢。将军，热气球成了。郭鑫听闻这话，回过头去，一抬眼就看见一个硕大的球正飘在半空，那球地下还挂着个篮子，上面还有人大呼小叫。这才多久的时间，安西军真的是日新月异了。而此时的崇祯朝，洗刀已经上场了，不多时，见工匠一点点的切出来铁碎来了。还得是未来的技术啊！同样是铁，这切出来就像是切豆腐似的。自然是比不了的，不过陛下，这也足够咱大明用的了。很快，一根管子拉好了，快试试，快试试！这根刚拉好膛线的钢管被安装到了碎发枪上去了。有人赶紧在第一时间查看，靶子设置在了150米开外。如何？命中，不仅命中，而且威力十足。假人身上的盔甲硬是被穿透了。好，太好了！等到骑兵冲到近前的时候，就已经死伤无数了。或许他们根本就冲不上来。若是用到炮上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哎，都是爱卿的功劳啊！走，朕带你去看看蒸汽机的进展去。蒸汽机还差点意思，真想要完成，还差点时间。进展不快啊！爱卿，你说不如咱们弃了这蒸汽机，直接上内燃机呢？反正这土法炼油也是有些产量啊。好家伙，你这心还真挺大的，陛下，急不得的。内燃机虽好，但以咱们大明来看，可还没有那个大规模开发石油和炼油的本领。另外，蒸汽机还可以用于铁路，届时还要用来烧煤发电，这要是不研究，那可如何是好？这倒也是。崇祯有点急了。这庭外全是蛀虫，朕连钢铁暂时都不敢大规模炼制，都要藏着瞒着，否则的话，无论是蒸汽机还是其他的东西，进展怎会如此缓慢？陛下莫急，待到新军炼成，届时就以雷霆之势肃清朝堂。话是这么说的，但崇祯还是心情不好，真有些气闷。算了，抽个签消消气吧。陛下不是说？嗨呀，偶尔抽一个没事的，朕实在手痒。听见这话的魏忠贤摇头叹息，已经替外廷开始默哀了。陛下，那这签能老奴来抽吗？还当你老魏是个好人呢。而此时老朱回去之后，就开始考虑让谁去琼州府去种橡胶树去了。云南也是适合种植橡胶树的，历史上云南也是沐英镇守就藩的，但沐英是洪武16年才去的。也罢，咱看就这样吧，不行就先让沐英去琼州府。一上午的时间并不算长，送东西回去的也都回来上班了。在看赵飞燕跳舞的路上，就碰到了剪辑师。晚一点我把视频发给你啊，顺便结账。没问题。剪辑师刚走，系统便出现了。昨天大秦的人才来，今天竟然还能选择 NPC。景区 NPC 基础岗位维修师。正说景区很多地方都要修缮呢，但是就没有人，这总算是来了。朱由校，时间公元1626年及明天启6年，身份皇帝木匠。这个系统无敌了，竟然可以将历代皇帝召唤到景区上班，而且每个月只有300块钱。很快到了下班的时间，景区的众人一一跟秦瑶告别。你今天还会去？嘿嘿，上午陛下说了，咱崇祯朝那边水泥今天就要烧制出来了，老奴回去看看去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明天景区来新人，你提前到。老奴记下了。哎，对了，来的是谁？哪朝哪代的？见魏忠贤这么问，想着来的是朱由校，话到嘴边，秦瑶转了话锋。等你明天上班，你就知道来的是谁了。他没跟魏忠贤直说，朱由校其人对别人来说可能还没什么，但是对于魏忠贤来说，哎，知道了，秦总。崇祯着人水泥拌河沙，心满意足地看着那一滩水泥。只需2日就能看出来咱们这大明朝的水泥效果如何了。这要是成了，待到朕肃清内外，届时我大明天下的路都以这水泥铺设，贯穿我大明境内，到时我大明何处不是坦途？真到那时候，天下黎民百姓得要念着陛下的好了。哈哈，都爱卿与朕抵足而眠。魏忠贤无奈，但是也不抗拒了。到了第2天吃早饭的时候，秦
秦瑶还在寻思着一件事情，什么时候能给来个厨师？说真的，景区吃饭怪不方便的，这要是来俩厨子，可就省事了。昨天刚发了工资，刘大一家3口显得有点拘谨。秦总，我们早上吃了的。你们能吃着啥？你们拿回去的都是什么东西？我能不知道吗？那些个红薯啥的能有什么吃的？在这吃早饭不好吗？刘大一家知道秦瑶这是对他们照顾，不由得感恩戴德。很快喜也来了，瞪着俩通红的眼珠子。喜明日就能到咸阳，等到后天下了班就能到咸阳去见陛下。大可不必这么着急，到了咸阳你好好歇息一晚。你赶路这么久很是辛苦了。小秦，上班还不到时间，能给我们找个地方吗？这早朝朝会还没开完。来，我带你们去那边房间开早朝吧。寡人谢了。这样的一幕给刚到的赵匡胤羡慕的呀。还是大秦好啊，整个朝堂上的人都来了，这一边上班还不耽误一边朝会。听见赵匡胤这么说，赵飞燕捂嘴轻笑了一声，同时看向李白。整个景区最轻松的就属李白了，除了上班也就剩下下班喝酒了。此时秦瑶看着秦始皇走路一瘸一拐，有些好奇，你这腿咋回事？腿脚有点不便，许是这2日寡人跑多了。一天到晚绕着柱子跑，嬴政啥时候有过很大的运动量啊？这腿脚可不就是有点疼吗？没事，再跑几天就习惯了。正好强身健体了。这随后的功夫，魏忠贤就问向秦瑶：“秦总，这新人还没到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李白、赵匡胤、刘大一家3口，外加锦衣卫、安西军这些都很是好奇，要来新人了。哪朝哪代的？也就是在这时候，跟前一道身影显露出来了。只见这人身上一身黄袍，只是没戴皇冠。他左手拎着锯，右手提着斧头，肩膀上还挂着绳索，腰里还别着墨斗。魏忠贤是直接愣在了当场了呀！哎，你怎么在这？魏忠贤的泪珠子断了线一样的就落下来了呀，眼瞅着那膝盖就是软了的，就要往地上趴了。这一咳嗽，魏忠贤那要跪下去的膝盖硬生生的绷直了。你就是新来的吧？我是景区的管事，你跟我到办公室来吧，我来给你解一大惑。说着，魏忠贤疯狂的使眼色。你跟他过去吧，他会跟你说的。对了，我是景区的负责人。见秦瑶都这么说了，朱由校将信将疑跟着魏忠贤走进了办公室去了。前脚刚走，就见老朱那脚步不受控制的冲着办公室就走了过去了。秦瑶见状，站在了老朱跟前。秦总，这谁呀？你不认识？咱看他衣裳好眼熟。嗨，衣服都那样。可是他穿的就跟咱大明的龙袍似的。哪有啊？那没有啊，他是不是咱大明的？这要不是咱大明的，他敢把咱大明的龙袍穿在身上，他咋不穿宋朝的龙袍？秦瑶辩解了一下，可能是衣服相似，你没看人家还带着行头，这是个木匠。秦瑶不说木匠还好，他这一说木匠，老朱顿时呆在原地。木匠皇帝啊！下一刻的时间，只见老朱怒发冲冠。他娘的，咱知道了，秦总是不是朱由校？是不是咱大明的天启皇帝？好，大名鼎鼎的木匠皇帝啊！咱算是真的见识到了，咱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，叫他们生下来是当木匠的吗？咱想起来都是一肚子气，咱气了那么长的时间了，这总算是来了一个。只见老朱扭头四顾，目光灼灼，眼神闪动，那左顾右盼，明显是在找东西呢。也是巧了，那赵匡胤惊讶了一声：“哎，谁丢在这的砖头？”老朱扭头一看，弯腰就把那砖头给捡了起来了。秦总，你让一下。别，秦总，你给咱让让，咱谢谢你。嗨呀，小伙，人都离你多少代了？咱大明咋就进出这种玩意？不行，咱忍不住了。老朱这在外面都已经是上蹿下跳的了，这办公室里面，这外面嚷嚷着什么？天启皱了皱眉头，他不知道嚷嚷啥，但魏忠贤清楚啊。不过这回魏忠贤没心情说这个。皇爷啊，老奴终于又看见你了，皇爷啊！魏忠贤死死地抱住天启的腿不撒手。你这阉人，昨日不还见了朕了吗？喂，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朕，你为何在这？还有，这才一夜时间，你怎么略显老态了？朱由校不问还好，他这么一问，魏忠贤哭得更狠了。当朱元璋见到朱由校的那一刻，哎，程祖爷，你怎么也来了？程祖，朱老四，永乐大帝这是来了吗？今天这可真是一个好日子呢。老朱转过身，也就在这时候，那朱由校是拔腿就跑。老朱这哪还不知道这是被骗了呀？好，就骗就糊弄，学谁不好，净跟赵光义学，还挺乐呵。蒙恬闻言也笑了，忽地看了始皇帝一眼，想着这要是胡亥来了，也不知道始皇帝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你看寡人干什么？没什么，臣没想着胡亥公子到景区来。好了，到点了呀，都上班去吧。上班。老魏，走，找你皇爷去。等到找到朱由校人的时候，这家伙正趴在草丛里探头探脑的呢。直到看见了秦瑶和魏忠贤，朱由校才算是蹦了出来了。呸！朱由校见过秦总。秦瑶忙摆手叫他别客气。太祖爷正气着呢，皇爷提了程祖，太祖爷更生气。那怎么办？躲着他点，等他消气。他倒是想看朱由校挨揍呢，但这多少是有点不地道。那也只能这样了。走，我给你介绍工作内容。秦瑶先是给朱由校解释了一下他要干的事情。
这里有些地方都是破损的，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给修理了。秦瑶还把提前准备好的工具都给朱由校拿了来。这样的工具，这未免太趁手了。那当着秦瑶的面捧着油具，那就是爱不释手的呀。大明要是有这些东西，给我送回永乐朝，我一个人就能盖一座紫禁城。这话说的多少是有点吹牛逼了，不过朱由校的手艺却真不是盖的。只见他3、2下，一根扶手就从朱由校的手里叼好了，看得秦瑶忍不住竖起来大拇指来了。那都交给你了，交给你我放心了。秦总你就放心吧，咱皇爷最擅长此道，没有说弄不好的。秦瑶紧忙点头。你在手机上找点电焊什么的，给他看看，还有现代的各种工艺，叫他了解了解。老奴记下了。秦瑶刚下山，远远的就看见老朱正跟一个中年人坐在地上聊天呢。你就没办法，你说你能咋办？这儿你就没有一个省心的。我家老大，这没什么说的，那都好。但是我那老2、老3、老4这些都不省心啊。这中年人听了频频颔首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你孩子这么多，超生了吧？他那时代不一样，他不仅孩子多，这媳妇也多呢。这不重要，你说你这咋整？还有我这个孙子吧，他就骗就哄，他干的事情我生气啊，我还没说教育一下呢，他跑。等会，你都有孙子了。这次老朱学聪明了。不是亲的，不是亲的，我辈分高。这中年人恍惚的点了点。这就是你的错了，不是我说你，别家的事情你少管。真的，咱这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？老朱抗议了一下。可是那是我孙子辈，跟我关系好得很。再亲你也得有个分寸，儿孙还有儿孙福呢，你还能指望所有人都按照你的想法活？再说了，人家有自己的生活，你光看人家这样那样了，你知道人家过的什么日子吗？这话说的叫老朱沉思了一下。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，你就把日子过好就行了。你有那本事，你就给他们帮衬，这不就好了吗？中年人停顿了一下。上次你还说你老4也有本事，你偏向老大，要我说这就是你的错。这孙你得一碗水端平啊，哪能这样呢？哼！不说这了，咱说说我这孙子的事。我想揍他一顿，不揍他我不解气。可是他跑得快，你不该这么干。但是真要是只有你这么一个长辈，他还不学好，我教你，你就说你原谅他了。等他来了，你再……哎呦，老哥你这可以的。不说这个，对了，上次咱俩说明朝的事情，这个我没你知道的多。不过我这2天回去查了查资料，查到了野史，给我笑死了。野史说的啥？说是朱元璋卖钩子，你敢信吗？下午景区运转的有条不紊，秦瑶在发了短视频之后，溜达了一圈来看朱由校的进展。当然了，来的时候秦瑶顺带也给朱由校带了点吃的。中午光挨揍了，这中午饭都没吃上，光吃耳巴子了。朱由校也是饿了，面对秦瑶拿来的东西，那是狼吞虎咽。这现代的吃的东西都别有一番风味。见朱由校吃得香，秦瑶也没忘记安慰2句。老朱毕竟是你们太祖爷，面对你们这些后世的皇帝，出气也是应该的。你放心，他还能一直揍你吗？那肯定不会的。得了秦瑶的话，朱由校安心不少。道也是这个道理，早知道就不跑了，叫太祖爷多打一会，他还能打死我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朱由校得意洋洋自知是看透了老朱了。然而等到下班的时候，远远的他看见落脚点，一个人影就蹲在那个墙角里面。朱由校的面色隐约有点发白，真还是小看了太祖爷啊。等到回了洪武朝，老朱顿感索然无趣。他说在朱由校身上出气呢，结果朱由校就抱着头蹲在地上，一点反抗和挣扎都没有。有日子了吧？去将几个王爷给咱叫来，尤其是老4。很快还是这个顺手，打起来解气。因为朱由校的到来，魏忠贤今天又没住宿舍，而是回了崇祯朝。皇兄去景区了。这叫崇祯忍不住遐想当初他在登基之前，天启帝奄奄一息的时候，在榻前对他说的话。吾弟当为尧舜。就因为这句话，皇帝当的好坏先不说，至少崇祯是穷尽一生，精精战战，勤勤恳恳。真的皇兄。高兴的同时又有点难受。朕什么时候能到景区去啊？朕要是能看见皇兄多好啊！但转瞬的时间，他收起来的情绪来了，毕竟是一件好事。他一高兴，带着魏忠贤先是看了水泥这些东西。朕今天心情好，爱卿的御朕本来是拉魏忠贤的，但是很快崇祯就发现拉不动了。说好的抵足而眠的。一见这模样，崇祯就知道这一直以来的抵足而眠，恐怕是要泡汤了呀。爱卿你，陛下，老奴不必多说。爱卿既已有了皇兄，那朕又算什么？朕只是没想到爱卿就这般离朕而去。也罢也罢，爱卿自去休息去吧。崇祯说完，抬腿就走。见他那落寞的背影，魏忠贤一阵踌躇，心生愧意。他倒是不知道回了大殿的崇祯很快吆喝着：“大办，快来快来！”哎，陛下，老奴来嘞。没了魏忠贤，他还有大办呢。崇祯看着王承恩忍不住笑了。
就算是魏忠贤心不在了，但是人跑不了啊，公子也跑不了啊。翌日，朱由校又带着大小工具出现在了景区。他一来，魏忠贤就赶紧在第一时间迎了上来，但同时迎上来的还有老朱。昨日老朱和媳妇说了朱由校到了景区事情，马皇后是一阵感叹。是个可怜的孩子啊，重八你对他也不要太过于苛责，趁着都在景区，你静心教导一下，千万别拳脚相向。不管怎么说，都是后辈子分。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贤后，老朱你可以黑，但是马皇后身上可是真没什么能黑的。皇爷，安西军的一群人扭过头去，小心着斜眼看了过来。这可是后世的皇帝挨揍啊！锦衣卫的一大帮人老实得很，一个个低着头看着脚面。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！皇爷快跑！大半你站边上。这话说完，朱由校把身上的锯子啊、绳子啊往地上一放。重八，那可是我们的子孙，你千万别拳脚相向。哼！行了，给咱站起来吧！谢太祖爷。这样的一幕，魏忠贤见状，高兴的不行。是个聪明的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正在给驴车轴承刷机油的赵光义一眼。这个人要是像老朱这后辈子孙一样聪明，赵光义这要是一上来也是这样认打认罚的模样，那他还下得去手吗？赵匡胤仔细想着，觉得那朕估计会把他打死的。朱由校老老实实的冲着老朱一礼，后辈子孙朱由校认罪认罚，还请太祖爷教我。不说这个了，在景区先上班重要，你给咱老老实实上班，兢兢业业工作，上班就是上班，不要说些旁的。中午吃完饭，你跟咱说说你天启朝的事情，知道了吗？是。老朱微微点头。早膳吃了吗？还没。早膳都不吃，你有力气上班？话说着，却舔着脸冲着秦瑶笑道：“秦总，这孩子早饭都没吃，上班这哪有力气？这不是故意偷懒吗？简直气死个人！”秦瑶听着老朱这话笑了：“护短就护短，还来这一套？快来尝尝现代的早饭，味道还可以。哎，喜呢？”殊不知，也就在前一刻的时间，风尘仆仆的洗进了咸阳城。咸阳，喜终于到了。说完消息在原地，上班时间到了。喜来晚了点，还望秦总无怪。刚刚到了咸阳城，耽误了一些时间。好，总算是到了咱们咸阳了呀。明日便可面见大王。辛苦你了，好样的。那你好见到始皇帝吗？有见的办法吗？古代想要见到皇帝很难，别说是始皇帝了，任何一个皇帝，你到了京城，也没说那皇帝是你想见就见的。还未曾想好。秦瑶听见这话，看向一群大秦的人：“你们也别光看了，想个办法吧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大秦这边顿时咋呼了起来了。不如先找我告知你一些我自己的事情，待我信了，自然带你去见大王。我的府邸在咸阳。说着，这人忽然停顿了。不对，此时我已经死了。他这是个难受啊！你为何身死？陛下砍了。倒是寡人的错，你且安心，寡人可不会轻易砍了你的。一群人也都是头疼，最后理了理，发现喜能见到始皇帝的途径只有几个。李斯，你贵为丞相，何以得见你？如何让你笃信？李斯哆嗦了一下，他现在连官职都没了，但是在喜呢，好像确实也是丞相。可这般说，李斯说了一件琐事，但却只有他一个人清楚。再以宝物进献为由，不妥，只有一个不够。你们关于自己的历史也都清楚，再说些与你们相关的，而后挨个找上门去。嬴政还叮嘱喜，你多带些打火机回去，把他们说的记下来，而后花银钱差人同时送上门去，再留下你的地址来。得了打火机和你的信件，见了奇物，他们若是要见你，多半同时来见，即便是心怀不轨，定当也不会奈你何。再与他们约定个时辰。停顿了一下，咸阳城有这般动静，寡人肯定知晓，届时自然见你。再不济，你便买些东西回去，在市上公然叫卖，动静越大越好。此时的喜闻言，那喜便这般做。秦瑶听了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冲老朱道：“你觉得奇怪吗？”哈哈，他们这般防备，事实上防的都是他们自己。紧跟着，大家挨着去上班去了。上班的时候，大秦一群人开早朝，见一群游客兴致勃勃，嬴政心思一动：若是回到大秦，爱卿可知如何才能见到寡人？你都穿越了，直接穿越到他脸上不行吗？带份世界地图进献，他自然会来找你的。这个靠谱。嬴政笑了。直至下班的时间到了，秦瑶把东西都给喜递了过来。等你明天好消息，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，小心别被人砍了。你放心，若是你出了意外，本将定然为你报仇。但他这话说完，一帮人都冲着他看了过来了。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你看，咱们这么多人，你要砍哪个？是要把寡人给砍了吗？大王，我是说，我意思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的。话说着，蒙恬的脑门上的汗都要下来了。最终在大家的千叮咛万嘱咐，喜冲着大家一礼，消失在了面前。今日事毕，喜便能睡上安稳觉了。咸阳城内，一道人影鬼鬼祟祟的靠近了宫墙。这要是不出意外的话，此处应当是距离大王寝宫最近的地方了。
巡逻的士族偶然看见了头顶上的烟花，不由得呆滞喃喃。这是什么？也在这一刻的时间，咸阳宫内一道人影猛地放下手中的竹简。来人！这人正是那一统了6国的始皇帝，他模样和景区的嬴政一般，但显老了些许。陛下，咸阳城内何处传来的异状？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刚刚那苍穹之上忽地绽放出来一朵奇花。话正说着，一道摇曳的光芒再一次升空，速速令人查探，快！而此时的喜忍不住琢磨起来，应当听见了吧？他摸索着又掏出来了东西来了，按了一下，他手里拿的正是喇叭。陛下，您能听见吗？我是喜啊，我是安陆县长是喜，您在听吗？喇叭口冲着的是宫内的方向。这是什么声音？也是此时，妖人就在前面，把他抓起来。面对这样的情形，喜着心头也不由得猛烈跳动，他急忙打开了手电筒，冲着秦军就照射了过去。列队列队，人没再上来，这叫喜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呀。近前了不怕，你浑身神意，靠近了他们也不敢痛下杀手。你拿手电筒晃他们，大王便寻长生不老。你就说你是蓬莱天仙，必然不会奈何你，至少也得大王发落。怕的是还没近前，乱箭射你，那就真的有苦难言了。不要让他们放箭，切记不要让他们放箭，你就冲他们喊，别让他们放箭。蒙恬的叮嘱犹在耳边，喜连忙深吸了一口气。我是喜啊，大王您在听吗？哼。这破喇叭，他胡乱按了几下，也没关掉。不要放箭！只见喜说完这话，不到3、2秒的时间，对面那秦将高喝道：“放箭，放箭！”卧槽！你说什么？你说寡人也在景区。而后不等喜细说，始皇帝豁然暴怒：“妄言！寡人就在这，什么时候到过你说的景区？你到底何人？”陛下误会，陛下是在景区上班，但是在景区上班的人是秦王，而非现在的陛下您。秦王？始皇帝一下子就懂了，他一统6国之前称的还是秦王。你的意思是，寡人一统6国之前就去了景区，那寡人为何毫无记忆？陛下，景区您始于秦王政20年，正是那荆轲刺秦的时候，他是您，也不是您。喜费劲巴拉的把平行时空的理论给始皇帝解释了一下。你所说之事当真惊为天人，没少耗费心机。始皇帝这是不信，有佐证。有何佐证？喜下班回来之前，秦王怕陛下不信我，便和我说了一些陛下的秘辛，些许小事不足为怪，但其王言只有陛下自己清楚。你说出来，寡人听听。当听完喜的话之后，这一刻的时间，面前的始皇帝真的忍不住动容了。这些都是只有他自己清楚的东西。陛下，还有吗？你还知道什么？秦王只跟喜说了这些。始皇帝急忙点头，就这些就已经够了。不过秦王政20年，朝中大臣基本上都去了景区，他们都与喜说了一些有关自身的东西，也是叫喜拿来佐证的。始皇帝听着喜的话，秦王政20年，忽的就见始皇帝一指跟前的秦将，他的你知道吗？喜瞥眼看了一眼道：“知道。”说着就把这秦将的秘辛当面说了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从哪打探来的？本将从未和别人说过，莫要说是本将亲自告知你的，本将不信。你爱信不信，坑爹的玩意！上班了我再找你，上班我再找你。跟前的始皇帝见到这样的一幕，虽然他不知道坑爹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大概也是看得出来。你和他有怨？回陛下，蒙恬，蒙大将军吗？倒是没怨，只是喜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来见大王之前，秦王政的蒙大将军生怕我没见到陛下就被乱箭射杀，就告知我切莫让对面放箭，必要可高喊阻止。停顿了一下，喜看了一眼蒙恬，而后刚才蒙大将军带人寻喜，喜生怕乱箭被射死，便照着蒙大将军说的高喊莫要放箭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放箭了。如此说来，秦王政20年的蒙恬叫你提醒不要放箭，你照做，此间的蒙恬就放箭射了你。再看此时的蒙恬，听着喜的话，左看看右看看，不知道为何，却是有点心虚。胡编乱造，跟本将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你就靠着这东西躲过了箭矢。正是，陛下，这是厚实的钢铁，坚韧异常。喜幸得秦总提醒，带上了一块，以防箭矢。多亏秦总好心，走着。始皇帝对钢板明显好奇，拿来。说完，始皇帝挥刀直接挥砍了过去。始皇帝看了一眼崩坏的长剑，随后随手丢在了地上。放开他，蒙恬留下，其余人殿外等候。等到人都退了出去，你还带了其他的东西来吗？再为寡人详尽介绍一下。回陛下，东西都在这了。喜解释了一下原因，工资都待陛下发落，只待见了陛下再说，未敢乱用。若非要见陛下，这些都迫不得已。还有一物，这是打火机，按下即出火焰，陛下请看。眼见着打火机上冒出来的火焰，真是奇物，当真奇物啊！寡人已经信了你5分。回陛下，到了早上喜就要去上班，届时会直接消失在陛下面前，前往景区。到下了班的时候，会再次回来，到时可为陛下证明。始皇帝闻言神情微动。你说，在后世人可千里之外说话，又有车无马，甚至能飞。正是。既如此，可有长生不老？蒙恬小心翼翼地靠近喜消失的地方，用手掌扒拉了2下，而后看向始皇帝。这一刻的时间，君臣俩互相无言。陛下，该上早朝了。蒙恬，臣在。
将外面卫卫尽数调往骊山，不可与他人接触。待到蒙恬答应完，直奔早朝所在，大秦重臣早就在那等着了，包括丞相李斯、郎中令赵高都在。这一天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天。短短的时间内，朝堂上一片哗然，丞相李斯夺旨下狱，郎中令赵高则令抄家车裂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始皇帝看两人的眼神充斥着恨意，只恨这俩人不能死快点，乃至于公子胡亥不学无术，品性无端，自死，大秦群臣无不骇然。公子扶苏上劝，被始皇帝怒斥，并且一早踹翻。反观始作俑者安陆县长史喜，到了景区瞪着俩红眼，安安心心的在那吃早饭。好，太好了，终于成了。始皇帝也见了，该说的也说了，这下让人放心了。这以后你就能安心上班了，主要是就能好好休息了。这一路多有艰辛，苦了你了，也总算叫人放心了点。等到吃完饭，喜就盯着无所事事的蒙恬看。你老是看我干嘛？秦瑶也算是看出来了端倪来了。咋回事？还要感谢秦总，要不是你让喜带了钢板，喜怕不是要见不到陛下了。这话喜是对秦瑶说的，但是蒙恬听到这话，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恍悟了。原来你差点身死，是谁？告诉我，我替你报仇。一帮子秦人面面相觑，都忍不住思索起来，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和自己有关？不过也有刚要想，但很快抛之脑后的。不对，我想什么？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都死了的。见蒙恬这一副要为他出气的样子，把去见始皇帝之前的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。喜按蒙恬将军交代，高喊莫要放箭。然后呢？然后对面的蒙恬将军听见了之后直喝放箭放箭。这话一说，众人都愣了，连跟前的嬴政都不例外。啥玩意？对面的蒙恬将军喊放箭，我自己。这一秒被一群眼神给盯得手足无措的蒙恬，果然我跟我自己想的是一样哈。他见没人笑，这脸上的笑容更显尴尬。别打脸，干他，就属他叫的最欢。小插曲完了，大家也都第一时间直奔自己的工作岗位。上次跟摄影师说了要给李白拍写真，那摄影师正好今天过来。你们这景区生意是越来越好了啊！我记得我一开始来的时候都没什么人，就你跟俩守门的在，现在游客也多了，工作人员也多了。之前不是说了吗？这工作人员都在外面培训呢，现在不少人都培训结束回来了，这节目什么的都上了，肯定游客多了。这话这摄影师记得，忍不住点起来头来。这写真要给谁拍？我带你过去。秦瑶带着摄影师直奔李白处，但还没到李白那地方呢，就碰见了赵飞燕跳舞。不是，这也是你们景区的工作人员。是啊，你没看我们景区账号上发的视频吗？我们景区有现在的生意，他就功不可没。怎么样，这舞蹈可以吧？他在短视频上可火了，不少游客都是过来看他的。我哪知道啊，我最近都在外面出差，我还出了趟国，根本就没时间。在说这话的时候，这摄影师的眼神就没从赵飞燕的身上移开。你帮我拿一下。秦瑶下意识地接了过来，只见那摄影师3、2步就跑到了跟前的一棵树前，上了树，抱着树干就在那看了起来了。快下来吧，等会我看完，小心摔着。没事，卡着了。上树罚钱。李白在景区上班，竟然用英文吟诗。You see, the yellow river comes from the sky。我操！接上集，赶紧下来，上树罚钱。摄影师这才从树上跳下来了。你们景区管的还挺严的，是给他拍写真吗？不是，是另外一个。你放心，给他拍我一定拍的特别好，钱的事情你都不用说。是别的。就他这模样，我跟你说，天然不施粉黛啊。这摄影师在这装傻呢。说真的，这不拍写真太可惜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没见过身段这么好的，跳舞这么好的，还长得这么好看的。如果我抬高轻一点的手机拍就更完美了。就这么样，这要是当个明星啥的，那说火不就火了。说着，这摄影师还冲秦瑶道：你就给他拍吧，真的，这不拍真的太可惜了。这么好的宣传资源，你这要是不搞，这不是浪费吗？看得出来，他是真想拍呀。你这样，我给你们景区的人挨个都拍一套，你让我给他拍行吧？反正你景区宣传都用得到啊，我不让你加钱，就是到时候我拍好了之后，你让我把给他拍的照片发到我短视频上去，我到时候艾特你们景区，我这就去给你找台设备来拍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秦瑶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那行，那就这么说了，钱我不少你的。听着秦瑶这话，这才安心的跟着秦瑶去往李白那去了。那李白负手而立，一手拿书，低沉的声音正吟诗呢。You see, the yellow river comes from the sky。只是李白这一张口，秦瑶懵逼了。好家伙，英文版的将进酒吗？你还别说，他这模样，按照李白来说还挺形象的，这哥们真有型啊！这摄影师调侃感慨，他本以为景区有一个赵飞燕就惊为天人了，没想到还有个李白。叫秦瑶想不通的是，好家伙，这李白啥时候连英文都学上了？这么溜的吗？然而更溜的还在后面。等到李白背完，就见人群里还有几个洋妹。Wow, I am deeply fascinated by you。只见李白微微一笑。Thanks。这下秦瑶更不会了，没忍住把李白拽到了一边来。正好借你这台国产神器华为 Mate 60挑拍，一定特出片。拿我这台去用吧，我再去左下角里领多一台就行。
左下角我去看过，当时华为没库存了，我只领到了台苹果。现在下载来得及。左下角在预热11活动，这次的苹果和华为都升级成不限量配套送，每天补货1000台，完成任务就能领，上线就提醒你选配置了。我这就去左下角领一台。对了，你啥时候学的这个？你说英文嘛，最近总有蛮一到李白这来，李白为了提升游客体验，就顺势学了点。就这么简单？是啊。秦瑶看着李白，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不过想想李白的才华，我跟他比什么？随后就把李白交给了摄影师了。听说是拍写真。可以，那 pose 该怎么摆呢？秦瑶跑了，实不相瞒，就这一个 pose 的单词，他都忘了怎么拼了。离开了李白这，秦瑶又去看了看朱由校的修缮工作。朱由校正穿着龙袍贴那三角铁呢。好家伙，鱼鳞纹！朱由校这手艺，这可是叫秦瑶惊呆了呀。不是，你确定你之前没学过？这倒不难，这摸索了2下就觉得如是匕首了。我觉得这工具挺好的，这要是在我大明，真要是有这个和木匠的手艺结合，天赋。秦瑶本来还说过来指导一下朱由校的，但看这情况，他站在这都多余。你忙。到了中午吃完饭，老朱就拽着朱由校到办公室去了。看得出来，老朱是真关心。魏忠贤看的那是欣慰的很的。大秦人这边围在喜的跟前，说着说呢，这时间蒙恬是最遭人嫌弃的，时不时的有人说话就白一眼蒙恬。秦瑶好奇大秦这群人竟然不趁这时间开朝会，问了一下才发现开完了。上午表演绕住不说，顺带还开早朝。不仅如此，人还有一群免费的狗头军师，听得秦瑶都来了兴趣了，打定主意下午去瞅瞅。不多时，就见老朱气冲冲的出来了。咱好好的大明江山能落到一帮子文人手里，你这皇帝当的跟大宋的皇帝有什么区别？这话说出来，赵匡胤一怔。朱皇帝，你是不是有点冒昧了？老朱听闻这话讪讪一笑，忘了这还有正主在呢。不过老朱这话也叫赵匡胤寻思起来。一舞中文，赵匡胤皱起来了眉头来了。朕还是走错了，到底是因为这一步得了一个若宋的名号。想到这里，赵匡胤没好气的看了一眼刷车的赵光义。刷就知道刷车，没出息的玩意。说完，赵匡胤气走了，打定主意，今天回去说啥也得出气了。我又招他惹他了，神经病！他拍了拍驴屁股，挪脚。赵小绿听话的走动了2步，紧跟着就见赵光义拿起来毛巾来，在赵小绿的身上擦拭了起来。